海王闺蜜网恋了金圈太子爷后，我在一边看着她刷不爆的黑卡眼馋。这次这个不错呀。她睨了我一眼，好姐妹有福同享，要不咱俩一人谈1个月？我也行。3个月后，我和闺蜜每天疯狂买，直到太子爷提出奔现时，我们听说他是个暴力狂，颤颤巍巍地拿着手机互相谦让。你谈的，你负责；你也谈了呀，你负责。门外的金圈太子爷看了一眼身后腕上戴着黑色佛珠的清冷男人，冷笑了一声：哥，这俩傻子还没发现我们俩不是一个人呢。正文开始，拿着手机回到家后，我看着苏月和对方昏得流油的聊天对话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。最新的几条消息是一张男人白皙锁骨上戴着黑色项圈的照片。F， 人呢？姐姐，你已经一整天没回我消息了。我新买了一条项圈，你看看好不好看？许久后才谨慎回复，还好。你什么时候聊这么素过？曹又出去浪了是吧？老子迟早打断他的腿。只是这几句话很快被撤回，我甚至没来得及看清。想起苏月的嘱咐，我选择主动出击。我今天拉了好多便便，都怪你。对方很快回复 F， 回复了，看来还真的有用。于是我继续发，因为想你一遍又一遍。消息发过去之后，对方再也没有回复了。几个小时后，我担心谈崩了，还是截图发给了苏月。她无奈扶额给我打电话，撩不动别硬撩啊，宝宝，我没教过你这么撩人的。算了，也不怪你，谁让你母胎这么多年。我告诉你呀，大胆一点，他又不知道你是谁，又不能拿你怎么样，出什么事有我兜着呢。他恋爱脑是我这8个网恋对象里最好哄的了。他絮絮叨叨告诉我怎么正确撩人才符合他的身份，我才想起我的闺蜜是海王。准确来说，我也是刚知道的。下午和苏月在商场逛街，她看着我犹犹豫豫，问我：宝宝，如果有个女生一次性钓8个男人？我不假思索，立马开口：渣，恶心。她低下头。如果我说那个女生是我呢？我双眼发亮。宝宝，你好厉害，无被开模。她松了一口气。那你就没觉得我这样不好？我摆了摆手，这说明你健谈。苏月一高兴，带我去楼上，给我买了我最近看上的 miu 家限量款包包。逛街时，顺便把她谈的8个网恋对象的信息告诉了我，其中一个还是金圈太子爷。一开始，苏月还有点紧张，毕竟她最讨厌麻烦。后面才发现，金圈太子爷是个恋爱脑，而且还是3分钟不回消息就疯狂爆金币的那种。说话的时候，一下午，他手机里的银行转账消息就没停过，也不知道太子爷怎么知道他卡号的。我看着那一串串数字，一脸艳羡。苏月索性把和金圈太子爷聊天的手机丢给了我，说他太粘人。好姐妹，一人谈1个月。我一脸感动。结果现在经过他的提醒，我才想起我母胎单身的事实。被苏月教了几个小时后，我信心倍增。为了不给苏月谈崩了，于是第2天一大早我就开始上线营业了。撩人的话是张嘴就来。宝宝起床了吗？我好想你。不回消息，更爱了。那边终于回复，刚睡醒。我回消息是吧？爱炸了。他没回复，但下一秒我就收到了一笔52万的转账。我两眼放光，不愧是金圈太子爷，真大气呀！刚准备再数一遍几个0，他就发来了新的消息。再说1遍，我当然选择再说10遍。我乐呵呵地捧着手机，隔着手机屏幕的 A 人属性大爆发。想到苏月让我热情一些的话，我感觉我懂了。可以叫你老公吗？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没有老公。这天之后，我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不管我发什么，傅京深都会回复。每天早起就是打卡，然后收转账。我心花怒放，在网上学了一堆撩人的情话，把人聊得好几次，晚上给我发语音。我才发现他声线很好听，性感低沉，明明是很正常的对话，被他说出来也格外色气。我声控啊，于是撩得更起劲了。直到半个多月后，傅京深要求和我视频，我果断拒绝。毕竟我也不知道苏月之前有没有和他视频过，万一穿帮了怎么办？只是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。我谎称刚起床没化妆，不好意思，不露脸。他答应了。视频接通后，那边出现男人穿着黑色真丝睡衣，在网上是男人圆润的喉结，还有一张清冷的脸，只是鼻梁上多了一颗小痣，看起来倒是带着一抹玉色，莫名有些性感。我一时间有些发愣，直到看见他眸色越来越深，喉结也随着微微滚动，我这才看了一眼小屏幕。因为不准备露脸，所以我的摄像头对准了锁骨以下，而我睡觉一向没有穿 bra 的习惯，加上这条睡裙还是苏月送我的姐妹款，领口是新型的，带着纯白的蕾丝边，几乎露出了大片胸脯。我手忙脚乱，赶紧挂断了视频通话，刚准备给他解释一下，就听见门外的敲门声，伴随着苏月的声音。打开门，苏月抱着手机走过来，没看我一眼，在沙发上坐下，几个手机大辣辣的落在茶几上，他手里还捧着一个，指尖飞快的在屏幕上轻点。我关上门，听见他一个个的发语音：亲亲，醒了呀？下午不行哦，下午我要和朋友去打网球。我给他倒了一杯水，他抽空给我道谢，随后继续回消息。我感觉他像个客服。半个小时后，苏月终于把所有手机回复了个遍，瘫倒在我的沙发上，太累了，宝宝，要不你帮我再谈一个吧？我他搂着我的腰，在我怀里深吸了一口气，拜托了吗？我行吧。于是他欢欢喜喜的用点兵点将的方式随意丢给我一个手机。海王一向知道怎么达成平衡的，一个下午他没再回复任何一个网恋对象的消息，用他的话就是回复了一个，其他的都要回复，太累了。和往常一样，窝在沙发上和我吃吃喝喝一起追剧，随后就离开了。我关上门，看着茶几上的手机，只感觉头大，但是没办法，谁让我有个海王闺蜜呢？于是我简单的回复了那边几条消息后，那边就没人了。许久后，又陆续给我发了几条消息，在干嘛？忙吗？我只能丢掉手里的青柠味薯片，回复他消息。没一会儿，另外一个手机响了，是傅京深。晚饭吃过了吗？我看着2部手机，顿时感觉头大，也不知道苏月是怎么做到的，怪不得整天跟个客服一样呢。
我选择跟其中一个聊，于是果断给傅京深发消息：宝宝，我今天好困，先睡了，晚安。那边似乎带着嘲讽的回复了一句：怎么，才2个就聊不过来了吗？他怎么知道的？我没敢回复。奇怪的是，2个手机都没有再响起消息提示音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几天后，傅京深给我打了个视频通话。我这段时间打字多了，总感觉手疼，索性接通了。那边男人穿着黑色西装，下颚线分明，帅得要人命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晚上可以见面吗？我赶紧拒绝，不行，我生病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带家庭医生过去。我还想拒绝，听见他旁边传来其他人的声音：哥，你在干嘛呢？我赶紧说：你先忙吧，我挂了。挂完后，我给苏月发了消息，约在酒店2楼的下午茶餐厅见面。我到的时候，苏月还抱着6个手机，对比之前的8个，现在简直称得上游刃有余。我坐下后立马开口：傅京深要和我，不对，和你见面。苏月眨了眨眼，傅京深是谁？我以为他是谈的太多了，记不住，索性提醒他，就是那个金圈太子爷呀。他眨了眨眼，他好像是姓傅来着，是叫傅京深吗？算了，他找你见面了，没事，反正他没见过我，你随便应付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有些犹豫，虽然我在网上大胆的要命，可是现实里我可是有爱人属性的。楼上突然冲下来一群人，2个男人躺在担架上，被打得一脸血。门外有家属赶过来，谁干的？谁敢动老子儿子？就听见有人提醒，除了傅家的那位太子爷，还能是谁？出手也太狠了，辉子虽然嘴欠，也不至于打成这样啊。他暴力狂啊，你们忘记了，以前还打断过别人的腿，打起人来不要命的。别说了，我和苏月对视了一眼，等到一群人乌泱乌泱的离开，我咽了咽口水。你谈的，你负责。苏月谦虚的推辞，你也谈了，你负责。不，你先谈的，你去见。不，他邀约见面的是你，还是你去吧。最后我俩一致决定，不行就分。于是我赶紧掏出手机给傅京深发了一条消息：我们分手吧。F， 我是攻略者，不能和你在一起。现在你好感度到100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对不起宝宝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也不要报复我，其实我也喜欢你，但是如果我不离开就会被抹杀。F， 我的系统在催我了，再见宝宝。发完后，苏月给我竖起大拇指，你这么多年的小说也没白看。我傲娇抬起下巴，那当然。苏月笑了笑，还挺爽的，你分我也分。说完就拿起手机哭一顿分手。等弄完后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舒服了，终于不用聊到半夜了。我看着他眼下淡淡的青黑，深觉海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吃了一些下午茶后，我俩就准备出门了。刚推开门，我就看见地上有一把布加迪 Chico 的钥匙，刚弯腰准备捡起来还给人家，就看见对面站着穿着拼色卫衣衬衫、染着银色碎发的男人，模样和傅京深有点像，只是眼下也带着一片淡淡的青黑。看见苏月，他冷笑了一声，累了，想换个年轻的谈，一天天的把我聊得梆梆硬，你说分就分啊？苏月额头上都是汗珠，许久后小心翼翼问，你是韵韵还是思思还是傅？他讥讽地笑了笑，你说的这些都是我。随后掏出一把手机丢在地毯上，苏月一脸震惊，麻蛋，炸糖了。这就好比海王辛辛苦苦养了一池塘的鱼，每天辛辛苦苦喂7、8次鱼食，结果发现每次来吃食的都是同一条鱼。更可怕的是，海王抽干鱼塘，发现鱼塘原来只有1条鱼。我很同情苏月的遭遇，只是下一秒，苏月就被傅思韵打横抱起来，丢上了跑车，车子扬长而去。我站在原地，随风凌乱，正准备报警，就收到了苏月的信息，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我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。那你还好吗？他是谁？准备对你做什么？没事，只是奶狗变狼狗，我更爱了。今晚我不回去了，你记得晚上给我妈发个视频，说我在你家，你懂的。好，原来他真是金圈太子爷，只是为什么和视频里的男人有一点不一样呢？该不会是视频的时候开了美颜什么的吧？毕竟虽然气势不同，但是五官却一模一样。莫名心里多了一些怅然若失，只是很快消失，毕竟天大地大，苏月在我心里最大。16岁的时候，我在巷子口被醉酒的男人拦住，他上前撕扯我衣服的时候，我差点哭出来，是苏月顶着一头黄毛，拿着棍子把那个醉鬼打晕，还送我回家。从此我们成了最好的闺蜜。回到家，我洗漱过后，想起苏月说的话，立马把手机架在支架上，在唇上扑了几次气垫，假装生病。阿姨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月月说要留下来照顾我，今晚不回去了。转头发出去后，我躺在沙发上玩游戏，直到手机响起提示音，我刚打开就收到了傅京深的消息，生病了，地址给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分手的话我当没看见，还和之前一样好吗？宝宝，我眨了眨眼，下午被苏月一夸，倒是忘记删了他了。看见火龙果红的手机壳，我想起来这是苏月给我的手机，不是炸糖了吗？也就是说，对面是下午带走苏月的那个男人。我抿了抿唇，有些生气。我这人跟了苏月以后就十分双标，从16岁开始，苏月在我心里永远是对的，只要她爱国，其他干啥我都无限包容。至少在我心里，苏月可以花心。但是这男的不行，苏月都在他身边了，还跟我聊天，臭不要脸的，我渣男，滚！发完后，我果断拉黑删除。3天后，苏月约我在新开的酒吧见面，我凑过去，看见他被头发遮挡的脖梗后侧全都是暧昧的痕迹。看了多年小说的我，当然知道这是什么，没吃过猪肉，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我有信心，我在苏月心里地位一定高于那个暴力狂的渣男。于是我赶紧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苏月，没想到他没生气，只是皱紧了眉头。你说昨晚他给你发消息了？我点头，他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倒不是我不信你，但是昨晚我们一直在一起，而且他直到天亮才睡着，怎么会给你发消息？我也有点糊涂了。是啊，苏月就在他身边，怎么还会回复我消息？可是很快被我抛之脑后，因为我感觉苏月变了，明明以前他从来都是无条件信任我的。
一条有暴力狂的狗头鱼，凭什么和我争夺在苏月心里的位置？我身上的怨气一出，苏月立马哄我，那可能是他在我洗澡的时候干的。没事，我相信你，既然是渣男，那就甩了，然后带你去英国旅游好不好？到时候给你点10个蛋糕，别生气了宝宝。我点头，这还差不多，我可是他的嫡长龟，本宫在此，外面的野男人都给我退下。我钻进他怀里，宝宝最好了。门外突然响起一声怨气十足的声音，哼！我抬起头，看见穿着深蓝色 T 恤的男人站在那里，身后不远处还有一个穿着黑色衬衫的身影。他看着苏月，冷笑了一声。我刚准备戳戳苏月的腰提醒他，就看见他转过头，转头看着身后，声音冷淡，带着一抹嗤笑。哥，这俩傻蛋到现在还没发现咱俩不是一个人呢，还要去外国找10个男高。苏月也听见了他的声音，疑惑地看过去，看见穿着黑色衬衫和同色系马甲的男人走上前，低下头的时候，乌黑的碎发微微遮住眉眼，手腕上戴着一圈佛珠，抬头看向我，赫然就是和我视频的那个人。现实看更极品了，这小翘臀，这腰，咦，他耳朵怎么这么红？苏月也在看着，率先出口的是小狼狗，他上前遮挡住了苏月的视线，咧开嘴朝着我笑了笑。嫂子，我叫傅思韵，旁边的是我哥傅金深，身高189，臀围95，胸围101，其他的尺寸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可以自己量量。也是你的网恋对象？我和苏月瞪大了眼珠子，对视了一眼。所以苏月的8个网恋对象都是傅思韵，并且和我聊天的是傅思韵的哥哥。可是他怎么知道换人了呢？也对，这人一看就有心机，把苏月拿捏得死死的。8个呀，8个小号，能发现换人了也正常。不过要去英国找男高10个，你俩胃口挺大呀。心虚。傅思韵脸色并不好看，坐在苏月旁边，看着他冷笑。我心里还在想该怎么办，就看见苏月凑过去，拉住傅思韵的手。姐姐跟你开玩笑的。我站在一边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准备出去把场地让给苏月他们俩。想到傅思韵现在的脸色，感叹苏月不愧是海王，哄人的本事真是伸手就来啊。走出去后，傅金深也跟着出来了。我根本不敢抬头看他，虽然在网上我奔放的让人觉得可怕，但一见面我就怂了。头顶传来男人低沉的笑声，怎么不叫老公了？我下意识抬起头，又满脸尴尬，想起当时聊他的时候说的那句，可以叫你老公吗？你知道的，我从小没有老公，现在只想钻进地底下，还说要亲烂我的嘴。看见他眼底的揶揄，我挺胸抬头，对呀，哥哥，不信你试试。我料定他不敢，毕竟网恋的时候他经常被聊得面红耳赤，甚至发语音说受不了了。可我没想到他看了我一眼，耳尖微红，却应了一声好，说完就低下头吻住了我的唇。我瞪大了眼珠子，腰却被他扣得紧紧的。半个小时后他才松开我，我伸手摸了摸微肿的唇，眼珠子发亮，男人味道还是好，怪不得姐姐妹妹都喜欢谈恋爱啊。于是我勾住他的袖扣，凑上前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绯红的薄唇和鼻梁上的小痣。哥哥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他圆润的喉结微微滚动，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，眼神像是要把我活吃了。低头允许我靠近，直到他眼尾猩红一片，唇角被我磕出了伤，原本扣在最上面一颗的衬衫纽扣也被我扯散开几颗，衣服被凌辱过的模样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听见他说浅浅，可以不分手吗？我凑上前搂住他的腰，要看哥哥表现哦。他应了一声，眼里多了一抹宠溺和笑意。好，我和傅金深会继续聊天，他似乎知道我喜欢什么，每次视频的时候都没穿上衣，我对他越发满意。直到我爸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，说是有大事商量。刚回到家，我爸正式的把我和我妈按在沙发上，说出了他的宏伟计划。他决定要发展扩大公司，询问我和我妈意见的时候，我是赞同的，毕竟56岁正是闯的年纪。当我爸站在客厅向我和我妈介绍他未来称霸 A 市的雄伟蓝图时，我有预感，我大肚腩老爸或许真的到时候实现我望夫成龙的愿望了。于是当我和我妈毅然决然给我爸投下赞同票时，他拿着文件气势汹汹的去了公司。接连1个月，我爸没再回来过，只是每天给我和我妈打电话，说是公司太忙了，让我们不要太想他。我和我妈自然是全力支持，一个望夫成龙，一个望夫成龙。却没想到我爸回来的时候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还瘦了不少，就连小肚腩都消掉了，看向我的眼神一脸愧疚。我心里顿觉不妙，刚想溜，我爸就抓住了我的手腕，抹了抹眼泪。闺女呀，爸对不起你呀，新项目投资了5000万，血本无归呀，咱家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在那里了，甚至还欠了3000万银行贷款。我和你妈年纪大了，指定还不上，就得靠你了。你还年轻，即便我妈把我爸臭骂了一顿，也没能改变我背上3000万银行贷款的事实。于是第2天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爸带着我妈环球旅游了，只留下一张让我去公司接手的便签。23岁的我拿着便签坐在阳台，一脸惆怅，小年纪就背上了常人不能背负的债。情绪来的时候，我甚至想给自己来一支烟。思考了许久后，我溜到爸妈房间，看着空荡荡的大床，叹了一口气。这时候我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出去的时候脚步也变得沉重起来，手里还拿着我妈的房产证和我爸的几辆车钥匙和证件。第2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更惆怅了，因为中介告诉我这些东西都需要本人过户，需要叫我爸妈来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只能去了公司。我爸的助理看见我倒是很高兴，屁颠屁颠的拿出了一大沓东西给我处理。我忙着接手公司的事情，有些焦头烂额。傅金深给我发消息，我也没有时间回复。他似乎知道了什么，没再打扰我，只是下班后给我打了个电话。很忙，我点头。我爸带我妈环游世界了，公司丢给我了，的确有很多需要学的。他应了一声，我来教你可以吗？我犹豫了一会儿，但在这方面傅金深的确算是顶级了。作为傅家的继承人，他从小接受的东西就是我3、5年都学不会的，再加上他天分不错，傅氏在他手里的发展惊人。好，即便我不是很好意思麻烦他，却也知道这不是考虑儿女情长的时候。傅金深来的时候，其他人已经下班了。
只有我还留在公司。他手里拎着竹制的精致打包盒。先吃饭。我点点头。吃过饭后，他拿着资料微微皱眉，不紧不慢地讲起来，直到凌晨3点，他才停下来。短短几个小时，我的思路瞬间通了，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感谢他的时候，抬眸看了我一眼，只是口头上的感谢吗？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毕竟耽误他这么长时间，还饿着肚子。我看了眼休息室，原本想请他吃饭，但我的确手艺不好，于是变成了邀请他做菜。我只会炖汤，所以特地问他，你会炒吗？看着他点头，我放心下来。好，要爆炒哦。我最喜欢炒菜，尤其是麻辣鸡丁。我记得早上阿姨填满冰箱的时候，就放了一些鸡腿和辣椒。他喉结微微滚动，声线有些阴哑。好，我先去洗个澡。我眨了眨眼，这人还真是洁癖。做个饭也要洗完澡再做吗？我爸给我准备的办公室像是一个小公寓了，占了这层楼的1/4，里面应有尽有。正当我思考该做点什么的时候，就看见他赤裸着胸膛出来，腰间挂着浅粉色的浴巾，是我买的。这段时间经常加班，也会睡在这边，索性不回去了。但裹在他身上，莫名带着一抹色意。宽肩窄腰小翘臀，这身材是真的顶啊！我想起之前的事情，微微红了红脸，移开眼催促他，快炒吧，我炖的排骨汤都快好了。他耳尖微红，这么着急吗？我皱眉，你到底会不会炒啊？不会我找别人了，大不了给阿姨打个电话，就是太晚了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可看着裹着浴巾的男人，怎么看怎么也不像炒菜的意思。他脸色忽然沉了下来，还要找别人？我有些不耐烦了。当然啊。说完我就准备起来给阿姨打一个电话，顺便转个账，毕竟这么晚了还麻烦别人。起身的时候没注意，向前冲了过去，一手拽下了他腰间的浴巾。我甚至不敢抬头。傅京深叹了一口气，把我打横抱进了浴室。做什么不言而喻。看着这张脸，反正吃亏的也不是我，于是我放弃抵抗，踮起脚尖吻了上去。想起苏月曾经劝我找个男人的话，心里可以没男人，但是身边要有啊。没多久我就差点哭出来。他今天晚上怎么一身的牛劲？意乱情迷的时候，他咬着我的唇，眼里都是委屈。浅浅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我一心只想让他停下，胡乱点了点头。他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更有劲了。我欲哭无泪。第二天，苏月给我发了一张截图，是傅京深和傅思韵的对话。他留我一起做饭，这么晚了留你做饭，他心里一定有你。哥做饭在情侣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答应和傅京深在一起后，我们正式在一起了。他每天热情的有些过分，白天看着衣冠楚楚的禁欲男人，到了晚上却花样百出。窗外狂风暴雨结束，我闭上眸子，迷迷糊糊看见傅京深下了床，从西装外套里拿出了一枚硕大的水滴形钻戒，周围围绕着一圈小钻，即便没开灯，也能感受到钻石的璀璨。我和苏月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临近门前，苏月说有东西落在车上了，先去了车库。我推门而入，里面满是盛放的荔枝玫瑰。那天晚上，傅思韵不在家，苏月也没回来。傅京深格外激动，背上都是被我指甲留下的划痕，一小部分是钻戒留下来的。意乱情迷的时候，他凑在我耳边，将我丢在满是荔枝玫瑰花瓣的大床上。我爱你，江浅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一醒来就发现他给我换上一条红色连衣裙。傅京深坐在旁边的沙发椅上，手里捏着2本户口本。察觉到我的视线后，他起身将我搂在怀里，笑了笑。醒了，那我们去民政局吧。领完证出来后，傅京深带我去了傅家老宅。他早就打过招呼，其他人也准备好了见面礼。我爸妈对傅京深十分满意，拉着他在客厅聊天，直到我爸掏出10几本房产证，说是我的嫁妆，我才知道我家根本没有负债，只是老两口不想干了，所以强行把我推出去。婚礼在下个月底和苏月他们一起在傅家的私人岛屿上举行。苏月昨晚和傅思韵提前去巴厘岛蜜月旅行了，得知我和傅京深结婚的消息，丝毫没有惊讶，只是邀我一起过去玩。他轻声说，这里好多穿着泳装的国外帅哥。我却看见了他身后脸色极为难看的傅思韵。电话很快掉在地上，我看见周围的确不少帅气男生。挂断后，我套上拖鞋，走到了傅京深的书房，一屁股跨坐在他腿上。他圆润的喉结微微滚动，想要了。说出要去巴厘岛度蜜月的事情后，傅京深狭长的眸子半眯起来，视线落在书桌上的手机屏幕上。我转头看了一眼，是和傅思韵的对话。哥，扛住啊！苏月叫江浅来巴厘岛看帅哥。傅京深搂住我的腰，眸色暗了暗。好。我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伸手圈住他的脖颈。在别墅厮混了3天后，傅京深带我去了巴厘岛。苏月看见我，立马带我去了海边，拉着我讨论对面的帅哥。等到傍晚，我才一边踩水一边回去。凑近，听见傅思韵气急败坏的声音：都多久了，还没回来？外面的野花飙彩难道不知道吗？哥，你也是的，我都说了他们来看帅哥，还带嫂子来。苏月本来都快被我哄回去了。傅京深声线低沉：没事，只是看看而已，他不是我的所有物，做男人要大度一点。我一脸感动。傅思韵翻了个白眼：被你装到了。只是当晚，浑身错位的男人将我按在衣帽间的大镜子面前，浑身都是劲。番外，傅京深。我回家的时候，看见傅思韵趴在沙发上，头发像狗窝似的，一脸烦躁。他居然把我丢给其他人，还以为我不知道。我怎么会喜欢上这样没心没肺的人？算我倒霉。不过他只把1个号给了别人，别的都没给。果然，他还是爱我的。我早就习惯了傅思韵时不时的抽风，全家都知道他高考前喜欢上了隔壁学校的小太妹，就是不敢告白，说人家是个海王，他这么帅，迟早会变成他鱼塘里的一条鱼。于是每天打扮得很骚包，去勾引人家，结果人家都谈了一个足球队了，他还在暗恋，还声称谈了也会分手，但是暗恋不会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准备上楼。他的手机提示音响起，傅思韵随手丢给我：哥，你帮我应付一下，别穿帮就行。我用其他账号谈，海王又怎么样？老子已经承包了一整个鱼塘了。说完就走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拿着手机走上楼。洗完澡，收到了女孩发来的消息，我今天拉了好多便便，都怪你。我原本只是好奇，却没想到发出去了。于是看见他立马回复：
因为想你一遍又一遍。我不准备回复消息了，打电话让傅思韵拿回去。她坐在楼下抱着7部手机正在打字，听见我的声音头也没抬。哥，你就帮我回一下吧，我真忙。那是苏月的闺蜜，叫江浅来着，就是以前住我们家隔壁的江家的那个小漂亮，你认识啊？也不是外人。我捏紧了手机，应了一声。上楼后，我看着她发来的消息，眼里都是笑意。江浅是独生女，从小就漂亮的要人命。幼儿园的小胖最喜欢欺负她，而我住在她家旁边，比她大5岁。江叔叔找我帮忙，带江浅去和小胖聊一聊，毕竟孩子的事情大人总不好插手。可是小胖都扯她头发。我13岁，能懂得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分明是小胖喜欢她，所以才会故意引起她注意，只是行为的确太恶劣了一些。还是带江浅去了。小胖不敢再惹江浅，他对我一脸崇拜，经常来找我。直到我们搬家，我给江浅留了联系方式，可是他却再也没找过我。再次遇见江浅，是在他20岁生日那天。醉酒后看见从洗手间出来的我，塞了一沓钱放在我的胸前，把我当成男模，按在洗手间亲。直到外面有人喊他，他迷迷糊糊走出去。江浅每天和我聊天，我想要和他见面，却收到了他的分手信息。他说他是攻略者，我上网发帖询问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网友大笑说这是新奇的分手理由，分手？才不是。晚上江浅给我发了视频，似乎是发错了，他躺在沙发上，饱满的唇苍白一片，俨然是生病了。我想去照顾他，他却骂我是渣男，还把我拉黑了。我找到了傅思韵，让他带我去找苏月，我知道江浅会和他在一起。到了门口，我听见他和苏月的对话，我有些生气了，可他一哄我，我就感觉心脏跳得厉害，满心都是他。1年后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是江浅，也是傅太太。可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似乎还是苏月，我不确定，不过没关系，有我就好了。傅思韵和苏月吵架了，我听见苏月要离婚的对话，在江浅说出那句你离我也。离之前，我把傅思韵揍了一顿，我妈随后也给了傅思韵一巴掌。江浅拉住了我的手，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。当晚她很热情，只是她说肚子疼，我才知道她怀孕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搂着她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笑了笑。回想起20岁的江浅将我按在洗手间时，在不为人知的地方，我的爱意对她肆意生长，从此绵绵不绝。她是冬至绚烂的暖阳，如果孤独是无解的命题，那么江浅是我唯一的答案。全文完。